的力量，莫非是他？顺为凡，逆则仙。替凡躯硬抗天威，有趣。废我肉身意，毁我道心。我骨族从不惧天威。仙逆121集，修道700年，亡灵终于晋升问鼎。血色天劫破碎亡灵肉身，古妖老祖与亡灵合体，一掌灭到撼天劫。亡灵在妖将大比第2场比试中，連續敲響15聲戰妖鼓。在第15次時，亡靈他一把抓起金甲男子金烏旭，將其當作鼓槌，狠狠地撞向妖鼓。鼓聲敲響的瞬間，金烏旭的身體根本無法承受鼓聲的恐怖反震之力，連同魂魄一起，當場崩潰湮滅，徹底消失在這個世界上。這一幕震驚了所有人。第15聲鼓鳴，伴隨着天空的雷霆，響徹天地。這股悲意感染了天地，化作一種天悲地悲的意境，籠罩了整個天妖城，讓無數人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淚。就在此刻，異變突起，天道意志感知到了這個逆修者的誕生，他無法容忍這種挑戰其權威的存在，於是無形的天道化作了有形的懲罰降臨了。這就是真正的天劫，它不同於仙界破碎後修士所經歷的普通仙劫，而是天道對敢於逆天而行的生靈所降下的根本性抹殺。亡靈站在妖鼓旁邊，這第15聲鼓響對他來說意義非凡，不僅僅是一次力量的展示，更是內心情感的一次徹底釋放與宣洩。他修行數百年，心中積壓了太多難以言說的悲傷與執念，而這一刻，通過鼓聲，這些情感仿佛找到了出口，噴薄而出。也正是在這種極致的情緒釋放中，他的道心開始發生一種根本性的蛻變，向着真正圓滿的境界飛速前進。與此同時，他體內長久以來修煉積累的仙力也已達到了充盈飽滿的狀態。問鼎之境是修道之路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分水嶺。他要求修士不僅仙力充盈圓滿，更要求道心堅固透徹。當這兩者都真摯圓滿時，便會開始一種玄妙的融合。這種融合是道心與仙力的相互滲透，是靈魂與肉身的深度共鳴，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層次的躍遷，是從凡人向更高存在形式的進化。古人所說的朝聞道，夕死矣，用來形容問鼎之境，再貼切不過。這種融合的過程極其凶險，如同在生死邊緣行走，成功了便鯉魚躍龍門，成為真正的問鼎大修；失敗了便是形神俱滅，連退而求其次，修煉散仙的機會都幾乎沒有，除非永遠停留在因變圓滿，不去踏出那關鍵的一步。亡靈此刻就站在這條界限之上。然而，天道似乎並不樂於見到他這樣的存在，保留着強烈個人執念逆天而行的道心，這是對既有規則的一種挑戰。這種逆修被天道所不容，因此天道雷劫降臨，抹除一切逆修者。就在萬丈廣場周圍，所有人都還沉浸在亡靈帶來的震撼中時，天空毫無徵兆地變了顏色，原本游走的雷霆電蛇瞬間消失無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邊無際，仿佛要燃燒起來的赤紅。這紅色迅速彌漫，籠罩了整個天際，沉甸甸的帶着一種令人心悸的威壓。紅色雲層以帝都廣場為中心，瘋狂匯聚凝結，雲層之中隱隱有紅色的雷光在成型，閃爍美麗卻致命。這並非尋常的天地異象，而是天道感知到逆修者道心將成，降下的懲罰天劫，目的是要將這敢於挑戰天威的存在徹底抹去。天劫的氣息驚動了星空中諸多強大的存在。遠在天運星閉關的天運子正在謀劃長遠的他猛然睜眼，推算之下眉頭緊鎖，察覺到此劫落於妖靈之地，並與天運星隱隱關聯。大羅星的劍尊靈天後更是心中一緊，擔心起自己在妖靈之地的布局與手下貪狼的安危，還有那血腥之上的血族也心念微動，牽掛起進入妖靈之地的女兒姚希雪。這一刻，眾多修行界頂尖的老怪都將目光投向了妖靈之地的方向。紅芒無視空間阻隔，直接穿透了尚未完全開啟的東海妖靈之門，降臨到天妖郡帝都的上空。廣場上的亡靈仰頭望着那翻滾的紅雲與其中孕育的紅色雷光，內心無比平靜。他這一生與天劫二字頗有淵源，從早年煉制法寶，到後來為摯愛逆天改命，都曾引來天道的注視與干涉。如今他堅守本心逆天而行，又要面對天的懲罰，但他眼中沒有絲毫畏懼，只有一股歷經磨難後愈發堅定的意志。天空中的紅雲劇烈翻滾，中心點的雷光耀眼到極致，一聲仿佛來自遠古的咆哮響起，伴隨着凜冽如實質的殺機，那是天之殺機。漫天飄起蘊含殺機的雪花，在這肅殺的背景中，第一道紅色劫雷如同天降的血色利劍，帶着轟隆隆的天怒之音，朝着亡靈當頭劈落。亡靈長嘯一聲，毫無退縮之意。他先是調動全身3700多道生之烙印護體，同時祭出勁幡，化作蘊含無數禁制的黑色旋風衝天而起，迎向劫雷。然而天劫之威浩蕩，黑色旋風在紅雷面
面前如同紙糊般被輕易撕裂。亡靈緊接着施展神通，腳下堆積如山的仙域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仙力支持。他凝聚百道寂滅指力，合為一股粗大的黑色光柱，悍然反擊。两股力量碰撞，發出震動天地的巨響。寂滅指光終究不敵，潰散開來，但那紅雷的威勢也被削弱了幾分。亡靈眼中厲色一閃，索性將全身生之烙印轉化為磅礴的殺戮之氣。他心中對着天劫已不僅僅是對抗，更生出了一股凛冽的殺心。敢殺我者，即便是天，我也要殺回去。3700多道殺戮之氣融合，化作一條狰狞的殺戮蒼龍，帶着亡靈的逆天意志與殺天之念，咆哮着一口吞向紅雷。蒼龍與紅雷糾纏碰撞，最終雖也崩潰，卻讓那紅雷的光芒更加暗淡，體積也縮小了不少。最後的紅雷繼續落下，亡靈使出了壓箱底的手段之一——化魔指。他逆轉全身仙力，甚至將腳下仙域小山的仙力也一同逆轉，化為滔天魔氣。這一指凝聚的不僅是魔力，更是他700年來不屈的修道意志，是他為了保留心中珍貴記憶而敢於逆天的勇氣與執着。黑色的魔指光芒與暗淡的紅雷再次碰撞，這一次紅與黑的交鋒，仿佛天地初開時的對撞，爆發出難以想象的能量。整個萬丈廣場徹底碎裂，四周建築坍塌，圍觀者被狂猛的氣浪掀飛。最終，紅雷與黑芒一同消散。第一道劫雷被亡灵以多種神通层层消磨，硬生生扛了過去。但他面色蒼白，深知天劫絕不會如此簡單。他服下天帥臨走前贈予的丹藥，凝重地望向天空。果然，紅雲並未散去，反而在短暫的寂靜後，散發出一種更為恐怖的氣息。天威，天威是天的威嚴，不容置疑，不容反抗。在天威之下，萬物都要匍匐。紅雲開始一寸寸向下壓迫，每下降一寸，施加在大地上的壓力就倍增。皇宮的建築在無聲中化為齑粉，大地龜裂。亡靈城受着中心最可怕的壓力，全身骨骼咔咔作響，血肉仿佛要被碾碎。但他咬着牙，雙腿深深陷入地面，脊梁卻挺得筆直，眼中不屈的光芒絲毫未減。紅雲接連下壓，天威層層加重，整個富麗堂皇的帝都皇宮在這天地之威下徹底化為廢墟塵埃，大地不斷塌陷碎裂。亡靈被這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深深壓入地底，他全身經脈寸斷，骨骼粉碎，肉身瀕臨徹底崩潰的邊緣。然而，即便到了這個地步，他的道心，他精神中那股逆意依然沒有屈服。就在亡靈肉身將毀、意識模糊之際，一個悠悠的聲音直接在他心神中響起。這聲音向他闡述了逆修的古老秘辛：天地間存在過敢於直面天道，甚至與天爭鬥的生靈，最早是與天道同歲的古族。後來古族分裂為以力逆天的古神，以殺逆天的古魔，以神通滅道的古妖，他們被視為第二類逆修生靈。天道真正要抹殺的，正是亡靈這樣不避不讓、選擇正面迎戰的逆修者。這聲音的主人自稱是古妖，但並非完整狀態，而是沉睡於那面妖骨之中無數年的一縷不完整意志。他教化天妖郡子民，與其他妖郡類似的存在彼此覬覦，戰爭因此延續。他選擇亡靈，是因為在亡靈身上感受到了純正的古神氣息。亡靈修煉過古神煉體之術，古妖認為亡靈的身體是承載他力量的絕佳容器。古妖提出交易，他幫亡靈修復身體，助他度過此次天劫，並在妖靈之地給予他支持，而亡靈需要幫他取回其他8郡的聖物。形勢逼人，亡靈沒有多餘選擇，他平靜地接受了條件，修復我的身體，給我可以對抗天劫的力量。剎那之間，一股浩瀚磅礴的古老力量湧入亡靈瀕臨破碎的軀體，他破碎的經脈以更強的形態重連，粉碎的骨骼重塑得更為堅韌，血肉飛速再生。他的身體不僅完全恢復，強度更勝往昔，磅礴的妖力從他體內散發出來，在他身後凝聚成一個高達100丈、頭生雙角、皮膚紫黑的巨大古妖虛影。虛影與亡靈動作同步，緊閉的雙目同時睜開。此刻，天空紅雲似乎被古妖的出現徹底激怒，不再一寸寸下壓，而是轟然沉降數丈乃至10丈。更加恐怖的天威降臨，原本已是廢墟的天妖城遺址被徹底壓入地底，形成一個巨大的盆地，並且裂縫不斷向外蔓延，波及範圍達到萬里、10萬里，方圓10萬里的大地都在崩潰。被古妖力量主導的亡靈，迎着毀天滅地的壓力，與身後的古妖虛影一同抬手，向着壓下的紅雲按出了一掌，口中吐出2個字：滅道。一掌之下，蘊含了古妖對抗天道的浩渺妖力。紅雲劇烈翻滾，雷聲震天，但下壓之勢被硬生生阻擋。亡靈被反震之力推回地面，古妖虛影也一陣渙散，但旋即又凝實起來。天劫似乎被徹底觸怒，紅雲在消散前夕，從極高遠的虛空深處降下了一道遠比之前恐怖粗大的赤紅光柱，直徑足有10丈。這次的目標直接鎖定了古妖虛影。古妖虛影眼中爆發出妖異的光芒，竟不閃不避，反而衝天而起，張開巨口，將那毀滅性的赤紅光柱一口吞下。光柱在古妖體內瘋狂肆虐，導致其身體在崩潰與重組之間循環了上萬次。最終，古妖虛影被光柱之力逼回地面，雙腳落地時產生的衝擊波再次席捲100萬里，將大地徹底翻了個身。待一切平息，古妖虛影似乎消化了那赤紅光柱的力量，打了個飽嗝，眼中帶着疲憊，化作青煙消散在天地間，只留下一道浩蕩的聲音：約定3個月後於龍潭再見。天空終於恢復了正常，紅雲散盡，曾經繁華雄偉的天妖城已徹底消失在巨大的盆地和萬里廢墟之中。亡靈脫離了古妖力量的支撐，立
立刻感覺到自身道心與仙力的融合正在加速進行，問鼎的關口真正到來了。他深知朝聞道，西死矣的凶險，絲毫不敢在剛剛經歷天劫、一片混亂的外界進行突破。他迅速利用之前獲得的洞府令牌，傳送離開了這片廢墟，進入洞府，尋找絕對安全的閉關之地，去完成那最關鍵也最危險的蛻變，真正踏足問鼎之境。亡靈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之前發現酒壺的那個洞府廳榭中，他深知衝擊問鼎之境容不得半點干擾，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他拿出了一枚至關重要的寶物，當年周易前輩贈予他的問鼎之晶。他毫不猶豫地將晶石吞入腹中，然後閉上了雙眼，全身心投入到了道心意境與全身仙力融合的凶險過程中。時間緩緩流逝，亡靈身如磐石，四周的仙域不斷因為仙力被抽空而化為粉末，在他體內正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。10年後的某一天，亡靈緊閉10年的雙眼緩緩睜開，一道明亮的光芒從他眼中閃過。修道700年，他終於晉升問鼎境界。